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安全到达我的老家了。今天我们说一个德国大麻合法化的话题。2024年4月1日，德国大麻正式合法化。这件事在德国算得上一件大事吧？因为之前大麻在德国是非法的，因为以前吸食大麻的人只能东躲西藏，像犯罪一样，以免被抓起来受到惩罚。而现在，他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合法的在公共场合吸食大麻，对他们来说无一种自我解放呀。所以在3月31日到4月1日午夜那一刻，有众多的人在德国首都柏林聚集到德国标志之前，那就是勃兰登堡门，在那个地方庆祝这一大麻合法化的庄严时刻的到来。Sein Hanfblatt wird zum Eyecatcher der Demo, die immer größer wird. Laut Polizei sind mittlerweile rund 1500 Kiffer vor Ort. Die ersten noch illegalen Rauchschwaden ignorieren die Beamten aber. Gleich ist es soweit. Ich brauche noch eine Weile, bis zu realisieren. Ich darf mir jetzt meine eigene Medizin herstellen. Und dann der große Moment. 5, 4, 3, 2, 1. 有的被采访对象说以前数百万德国人他们吸食大麻，被歧视，被禁锢。从这时刻起，我们彻底获得了解放，我们翻身了。所以从画面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聚集庆祝大麻合法化的人，这一时刻比过节还高兴呢。作为深受英国鸦片战争毒害的国家，中国人对任何毒品都有特别的态度。这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完全出于民族被蹂躏的惨痛记忆。这一点作为加害方的西方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虽然大麻属于轻毒品，但它仍然属于毒品范畴，所以不管它在西方如何合法，在中国都是非法的，这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大麻合法化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美洲的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很多州都已经合法化了。欧洲的国家，比如说葡萄牙、西班牙、瑞士、捷克、比利时、荷兰，早已推行了类似法案。政客们虽然不明说，但好像明的暗的，貌似都有把吸食大麻作为人权标准之一的趋势。是否将来会被西方用来评判一个国家人权好坏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按照过去的发展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从来没有试过这种东西，也不想尝试。其实在德国数百万人每天都在吸食大麻，不管有没有合法化的法律。甚至在德国科隆，我们住的那条相对较好的街区，空气中经常弥漫着大麻的味道。本人极度不喜欢那种味道，但我知道附近有人在吸食这种所谓的轻毒品。大麻的好与坏，医学界对此也褒贬不一。我不赞成大麻此类毒品的合法化，完全是出于民族感情。只要别人没有强迫我去吸食，或者对我形成某种伤害，他们干什么对我来说无所谓。任何到过西方国家某些城市的人，其实都不难发现，吸食大麻是极为常见的行为。比如在美国的纽约、费城等大城市，那里的空气中有一种莫名的味道。可能当年那位来自云南的赴美留学生称赞美国的空气香甜，就是因为这个大麻味吧。不仅如此，在美国很多毒品都已经失控了。对此老实说，我反而乐观其成，因为毒品越泛滥，导致他国的国民越颓废，这等于敌人在一天天的烂下去，而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这难道不令人高兴吗？很多人认为2024年4月1日起，大麻在德国合法化了，可以随便吸食这种毒品了。其实这不完全对，只是部分合法。它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首先，只有成年人才允许在公共场合吸食大麻，可以合法的随身携带不超过25克的大麻，在家中最多也可以储存50克，还可以自行种植最多3株大麻。此外，吸食大麻的时间、地点也有明确的规定，不得在少年儿童看得见的地方吸食大麻，不得在体育场所附近吸食大麻，
不得在7点到20点之间的人行道或者步行街区吸食大麻。从今年7月1日起，那么如何获得大麻呢？除了黑市，当然是自给自足了。德国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法，那就是大麻俱乐部制，可以成立大麻特别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大家互通有无，还可以有限种植大麻，转售大麻。每个俱乐部可拥有最多达500名会员。伙计们呐，看来呀，这是在德国创收的新路子呀！可以自己成立一家俱乐部，然后以老婆孩子的名义成立另外的大麻俱乐部，尽量做规模经济。反正呀，中国人头脑聪明，应该会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几年前有报道说，华人在美国加州种植大麻发财了。那时我就心想啊，可能有天在德国也可以有此生财之道。想不到那么快机会就来了。以我对德国人的工作效率，对于此类吸食大麻各种规章制度的执行，我是深存怀疑的。一来，德国没有那么多的警力去抓非法吸食大麻的人；第二，定义很模糊，比如哪些地方才属于少年儿童看不见的地方，什么叫体育场附近，多近才是附近。那么怎么确保想种植大麻的人不会种4株、5株，甚至更大规模的种植呢？所以啊，具体执行起来绝对困难重重，也相当麻烦。所以我猜啊，这些规定最后呢，可能形同虚设，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随时随地吸食大麻，反正到时罚不责众，皆大欢喜。而且开了这个头，少年儿童搞到大麻，岂不是分分钟的事吗？所以今后啊，大家到德国，特别在德国大城市，应该到处都弥漫着香甜的空气吧。在一个妇女都不能自由选择堕胎的国家，但可以大麻自由，这本身就很讽刺。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西方国家合法化吸食大麻这类毒品呢？是政客们真的特别在乎德国那几百万人的人权及大麻自由吗？我看那只是幌子，其本质是现在像德国这种福利型国家，政府亏空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国家运作，国家要努力创收及增加税收收入。以前啊都是黑市在赚这个钱，现在国家摇身一变，变成了毒品贩子，这经济上好处可大了。政府干起了毒品生意，可以规范市场，能更好地把控大麻品质。从这点来说，大麻合法化是积极的。同时，此举可以让一部分人高兴起来，这一部分人呢是好几百万人呢，占德国人口近10%，这可是白花花的选票呀。瘾君子头脑会变得迟钝，不太会思考，便于通过媒体进行洗脑，这估计是西方选举制国家纷纷搞大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总之，大麻合法化是多赢局面。那么大麻合法化的后果呢？从画面看，都些是什么人在吸食大麻？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说啊，都是些年轻人啊。这些人必定成为颓废的一代，脑子变得更愚昧的一代，沉溺于享乐而不是奋斗的一代。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这对中国是好事，因为对手在一天天沉沦，对中国来说，竞争优势就一天天明显。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呀！各位看官，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大麻合法化在德国难道都皆大欢喜吗？也不尽然。其实有一些医学界人士警告，这会给德国人的健康及智力带来负面影响，因执法困难较大，对法治国家的形象也有负面影响。但这部分人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德国普通民众对此有何看法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评论。我发现赞同大麻合法化的网友说的最多的就是酒精，也就是酗酒及吸烟也合法呀，这与大麻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呢，它们都是毒品。比如德国国家电视2台对此进行了报道。Das Cannabis-Gesetz erlaubt Erwachsenen in Deutschland 25 Gramm Cannabis in der Öffentlichkeit bei sich zu tragen. Zu Hause dürfen bis zu 50 Gramm gelagert werden. Das entspricht durchschnittlich 80 bzw. 160 Joints. Auch der private Anbau von höchstens 3 Pflanzen ist ab 18 Jahren straffrei. Für Minderjährige bleibt die Droge illegal. In ihrer Gegenwart ist auch Erwachsenen der Konsum verboten. 我们看这家媒体，也就是德国国家电视2台
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吸烟者也必须与儿童保持100米的距离吗？下一条评论：大麻直到今天才合法，但几十年来，每家便宜超市都有带烟头的长烟卷出售。你以为用它卷的不是大麻吗？配件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的，大麻却是非法的，这毫无意义。下一条评论：在自己家中可以合法种植的大麻数量会随着居住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吗？还是你必须和你的妻子分享这3颗大麻？下一条评论：大家以前吸食过大麻，只是现在我可以建立一个合法的大麻种植咨询业务，太好了吧？下一条评论：周五我要飞往意大利度假，现在在手提行李中携带大麻合法吗？下一条评论：吸大麻是可以的，酒精就糟糕多了。我每次看到有人过量酗酒，变得有攻击性，而吸大麻的人却没有。我觉得吸大麻没什么。下一条评论：护理院里的人的平均年龄将大幅下降。下一条评论：就大麻而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对吸大麻后还驾驶汽车进行管制。我自己也抽大麻，知道处于大麻状态下是怎么回事。如果大麻纯度很高，我真的不建议任何人开车。现在我们看看德国电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次庆祝大麻合法聚会可能是警方需要戒毒的最轻松的活动了。下一条评论：没有群殴，没有群饮，没有斗殴，没有暴民，没有强奸。下一条评论：大麻种植在100年后的今天，这个复活节大麻星期日复活了一点儿。下一条评论：我已经不抽大麻了，但还是觉得是时候大麻合法化了，只是某些人还在反对大麻，这令人尴尬，而年轻人仍然被官方允许酗酒，这对每个人来说都绝对没有问题。下一条评论：太美好了，我泪流满面呢。下一条评论：到处都是轻松的面孔。下一条评论：看着就起鸡皮疙瘩。下一条评论：视频里只有喜气洋洋的人，警察除外。下一条评论：既然合法化了，我就不抽大麻了，我总是与规定唱反调。下一条评论：连警察们都完全放松了，这与最近的其他公共活动中看起来完全不同。下一条评论：真的很棒，比喝酒强多了，没有聚众闹事，没有人捣乱，始终保持积极的气氛，爱啦爱啦。最后咱们看看德国民警周刊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16岁就可以合法购买啤酒，然后在幼儿园门口喝到昏迷不醒，但大麻对于成年人却是问题，这种双重标准真的令人恶心啊。下一条评论：它的危害肯定比酒精小。下一条评论：无论你是否吸食大麻，合法化它，这个决定绝对正确，这将为纳税人省下一大笔钱，法院也可以继续处理其他事情。荷兰也还活着呢。其实呀，更应该在法庭上讨论饮酒问题。下一条评论超过很多位。所有这些规定应该适用于正常的烟民，但他们被社会所接受，因此这些规定不必适用。好了，各位朋友，本期关于德国大麻合法化的节目就到这里，请大家踊跃发言，参与讨论。你们是乐观其成呢，还是觉得德国没救了？